我是南千水。接着上一部影片的介绍，我们继续今天 ChatGPT 下的内容，让我们开始吧。GPT 模型的基础概念是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来训练一个预测下一个字词的模型。该模型基于先前看到的字词序列，它是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这意味着它不需要标记的训练数据，而是使用大量的无标记文本来进行预训练。GPT 模型的背景是来自于深度学习领域的转换器 Transformer 模型。Transformer 是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 的神经网络模型，用于处理序列到序列的任务，例如翻译、摘要、对话等。GPT 模型利用了转换器的优势，进一步优化了其生成能力，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自然语言生成解决方案。GPT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透过预训练来学习自然语言的规律性和统计几率分，然后将这些知识转移到更具体的任务中，例如语言生成、文本分类、对话生成等。在预训练阶段， GPT 模型使用大量的文本数据来训练自己，以便能够进行更精确、更自然的文本生成。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解释。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 GPT 模型的英文缩写，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部分：生成、预训练和转换器。首先 ，Generative 的意思是生成，指的是 GPT 模型可以生成自然语言的文本序列，例如一段文章、一个句子或一个词汇，它能够根据先前看到的文本序列，预测下一个词汇或完整的文本序列，并且可以在训练过程中逐渐提高生成质量。其次 ，Pre-trained 的意思是预训练，指的是 GPT 模型使用大量的无监督数据进行预训练，在预训练过程中，模型可以学习自然语言的结构、语法、语义和常见语言用法等知识。这种预训练的方式使得模型能够在后续的具体任务中进行更好的表现。最后，Transformer 是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模型。GPT 模型使用了类似 Transformer 的结构和架构，以便进行序列到序列的预测和生成。在转换器中，模型可以利用注意力机制来专注于序列中最相关的部分，并将其用于预测下一个词汇或生成完整的文本序列。GPT 模型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能够自动学习并理解自然语言的复杂性质。以下是 GPT 模型的一些优点和特点。拥有大量的参数， GPT 模型有数十亿甚至数千亿的参数，这些参数可以使模型具有极高的语言理解能力。在训练过程中， GPT 模型能够通过阅读大量的文本，从而获得对自然语言的深刻理解，支持无监督学习。GPT 模型能够从大量的未标记数据中学习，而不需要专门为其提供标记的训练数据，这使得 GPT 模型能够从更多更广泛的资源中进行自学习。长度灵活， GPT 模型可以接受任何长度的输入，因此它可以处理非常长或非常短的句子。这种灵活性对于应对不同的自然语言任务非常有用，能够生成连贯的对话。GPT 模型通常用于生成自然流畅且有连贯性的对话，使得对话更加自然且真实。无监督学习的解释。无监督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通过对未标记数据进行训练，自动学习数据之间的潜在结构和模式。这种方法不需要任何人工标记或标签的数据，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可以处理大量的未标记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人工标记数据的数倍或数十倍。在无监督学习中，模型会从未标记的数据中学习，通常是通过最大化某种目标函数或最小化某种损失函数。模型的目标是找到数据之间的潜在结构和模式，从而进行特征提取、聚类、降维、生成等任务。无监督学习的优点在于可以处理大量的未标记数据，从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潜在结构。此外，它可以用于处理各种类型的数据，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然而，无监督学习也有一些挑战，包括如何设计适当的目标函数，如何选择模型的超参数，如何评估模型的性能等。无监督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
可以用于语言模型、文本分类、主题建模、词嵌入、句子向量化、文本生成等任务。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无监督学习可以用于处理海量的未标记文本数据，从中学习到文本之间的潜在结构和模式，从而提高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性能。未标记的数据解释：未标记的数据是指没有被标记或标签化的数据，通常是指没有被人工标注的数据。这种数据不包含额外的元数据或标签，只有原始的数据。未标记数据可能是从各种来源获得的，例如网页上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日志文件等。对于一些机器学习任务，例如图像分类、文本分类等，需要对数据进行标记或标签化，以便用于模型训练。这需要人工标注数据。标注人员通常需要对数据进行观察和分类，以便给每个数据点添加标签或标记。然而，这个过程非常耗时，且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且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标记过程也可能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未标记数据的优点在于，它们可以更快地获得，而且通常更广泛和多样化，因此它们可以用于训练模型，从中学习到数据的潜在结构和模式，进行聚类、分类、降维、生成等任务。这样的方法被称为无监督学习，因为模型在进行训练时不需要人工标注数据，而是通过自我学习，从未标记数据中学习。人工标记数据的解释：人工标记数据是指对数据进行人工标注或标记化，通常需要专门训练的人员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和分类来为其添加元数据或标签。在机器学习任务中，数据标记是训练模型的重要步骤，因为模型需要这些元数据来学习数据的特征和属性，以便在未来对新数据进行预测或分类。人工标记数据的过程通常需要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以确保标签或标记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例如，在图像分类任务中，标记人员需要判断图像中包含的对象和场景，并为其添加标签。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标记人员需要对文本进行分词、词性标记、实体识别、情感分析等标注。这些标注不仅要求标记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精确和一致，以便机器学习模型能够从中学习到准确的模式和结构。人工标记数据是机器学习任务中重要的一步，但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首先，它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特别是当数据集很大时，这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其次，标记的主观性和不一致性可能会对机器学习模型的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寻找替代方法来减少或消除这些问题，例如使用无监督学习方法，是机器学习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ChatGPT 被认为是当前最先进的对话 AI 之一，原因如下。首先， ChatGPT 基于强大的 GPT 模型。GPT 模型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的语言模型，其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由于 GPT 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和理解能力，因此它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文本来进行训练，从而学习到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模式。其次， ChatGPT 在训练和优化上有很大的优势。为了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 ChatGPT 使用了多种技术和策略，例如动态样、长文本处理、参数共享等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性能表现。此外， ChatGPT 也运用了预训练微调的方法，通过在大型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然后在具体任务上微调模型，从而达到更好的泛化性能。第三， ChatGPT 的使用案例和应用场景也非常广泛，除了在社交媒体和客服等对话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外， ChatGPT 还可以应用于自动写作、机器翻译、文本摘要等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范围。第四， GPT-3 不仅具有更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而且还可以通过零样本学习来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理解能力，这使得 ChatGPT 在对话中更加灵活和具有泛化能力。第五，
ChatGPT 用了一种名为对话式微调的微调策略。这种策略的主要思想是通过模拟真实对话场景，让模型学习到更加真实、自然的语言模式和对话流程。具体而言， ChatGPT 使用了多种数据增强技术，包括替换、插入、删除等方式，从而生成更加多样性和真实的对话文本。此外， ChatGPT 还采用了自适应对话长度控制策略，通过根据对话上下文中文本的长度，动态调整模型的生成长度，从而实现更加流畅和自然的对话效果。第六， ChatGPT 还引入了知识增强的技术，通过从外部知识库中获取相关知识，从而优化对话效果。具体而言， ChatGPT 使用了一种名为知识插入的技术，通过将外部知识插入到对话中，来增强模型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例如，在对话中，如果 ChatGPT 无法回答某个问题，它可以通过查找相关知识库或搜索引擎，从中获取答案，并将答案插入到对话中，从而实现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回答。零样本学习的解释。零样本学习 Zero Shot Learning 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它的目的是通过将先前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的情况，从而解决新的问题。在自然语言处理中，零样本学习被用来只将一个模型训练在一个任务上，然后在该任务的训练数据不足的情况下，使用它来解决类似但没有见过的任务。例如，在自然语言生成任务中，我们可以将模型训练在生成问答对的任务上，然后让它利用已经学到的知识来回答一些没有在训练数据中见过的问题。这就是零样本学习，因为模型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训练数据，但仍然可以通过将先前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的情况，来产生有意义的答案。在GPT-3 模型中，零样本学习的实现是通过使用多任务学习和大规模的通用域训练模型。模型使用大量的网络构架和训练数据来学习一般性的语言表示，然后通过为每个新的任务添加一个标记，来指导模型从已经学到的知识中提取相关的信息。这样，模型可以通过零样本学习来进行类比推理、问答等任务。知识增强的解释。知识增强 （Knowledge Augmentation） 是指通过利用现有的知识库、资料库、网络资源等方式，将额外的信息添加到机器学习模型中，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效果。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知识增强通常是通过将外部知识源与语言模型相结合来实现的。这些知识源可能包括参考书籍、百科全书、常识知识库、语义网络等，通常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通过将这些知识源的内容转换成可供机器学习模型理解的形式，可以将它们嵌入到语言模型中，从而提高模型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例如，语义网络 WordNet 是一个开放的知识库，它将单词组织成概念，并通过定义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这些概念和关系可以被转化为数据格式，并嵌入到语言模型中，从而使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这样的知识增强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例如情感分类、问答、机器翻译等。知识增强不仅可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效果，还可以使模型更具魅力和实用性。通过增加对外部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更好地应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当谈到 GPT 模型的训练时，通常会用无监督学习的方式，也就是说，模型会自动学习文本资料中的模式和结构，从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在无监督学习过程中，模型会通过最大化语言几率来学习和预测下一个词汇。此外， GPT 模型还使用了递归神经网络 RNN 和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 等技术来提高模型的效能。而 ChatGPT 是一种特殊的 GPT 模型，它是由 OpenAI 为了解决对话生成问题而开发的。ChatGPT 的训练过程是通过使用大量的人类对话资料集来完成的。在训练过程中， ChatGPT 会通过学习对话文本中的模式和结构来生成自然语言对话。此外，
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效能 ，ChatGPT 还使用了许多技术，例如自适应控制和选择性记忆机制等。总体而言， GPT 模型和 ChatGPT 的训练过程都是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方式，并且通过学习文本资料中的模式和结构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或对话。这种学习方式可以使得模型更加智能和自然，进而提高对话生成的质量和效率。ChatGPT 的训练过程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步骤：整理大量的人类对话资料集。ChatGPT 的训练需要大量的人类对话资料集，这些资料集可以从互联网或其他资源中获取。获取的资料集需要进行去重、过滤和清理等处理，以确保资料的质量和可靠性。预处理将人类对话资料集转换为模型可接受的形式，例如将对话文本转换为一个巨大的文本档案，并进行标记化和分词等处理。训练使用预处理后的人类对话资料集进行训练。训练过程中 ，ChatGPT 会逐步调整模型参数，从而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调试和优化 ChatGPT 训练完成后，需要对模型进行调试和优化，这包括评估模型的性能、发现潜在的问题和优化模型的参数等。递归神经网络 RNN 和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 的解释。递归神经网络 RNN 和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 是一种常用于处理序列数据的神经网络模型。在传统的前馈神经网络中，信息只能单向传播，也就是说，信息只能从输入层到输出层单向流动。而对于序列数据，例如语言模型、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这种单向传播的模型并不能完全捕捉到序列数据的时间性质和相关性。RNN 是一种具有循环结构的神经网络，可以处理变长序列数据。它的关键是将前一个时间部的输出作为当前时间部的输入，以此来捕捉序列数据之间的时间关系。RNN 的一个缺点是容易出现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问题，这会限制其在处理长序列数据时的表现。LSTM 是一种基于 RNN 的改进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问题。LSTM 引入了记忆单元 Memory Cell 和遗忘门 Forget Gate 输入门 Input Gate 和输出门 Output Gate 等机制，可以有效地捕捉序列数据之间的长期依赖关系。记忆单元用来存储当前时间部的信息，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则用来控制记忆单元中的信息流动，从而实现对序列数据的精确控制。总体而言， RNN 和 LSTM 都是一种很强大的神经网络模型，可以有效地处理序列数据。RNN 通过循环结构捕捉序列数据之间的时间关系， LSTM 通过记忆单元和门控机制捕捉长期依赖关系，从而提高了模型的表现能力。深入理解 GPT 模型如何训练，以及 ChatGPT 是如何进行训练的。GPT 模型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模型，其训练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资料预处理。首先需要收集大量的文本资料，将其进行预处理，包括断词、建立词表等，然后将资料转换成模型可接受的格式，例如将文本转换成数字序列等。建立模型。GPT 模型是由多个 Transformer 编码器组成的，其中每个编码器包含多个自注意力层和前馈神经网络层，这些层共同完成了对文本资料的建模和语言学上的分析。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先初始化模型参数，定义目标函数。GPT 模型的目标是根据先前的词顺序来预测下一个词，因此可以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模型的目标函数。目标函数的优化过程可以使用反向传播算法进行。训练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将文本资料逐个输入模型，经过模型的多个编码器得到模型的预测结果，然后将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计算损失，使用反向传播算法来更新模型的参数，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验证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一部分的资料进行验证，以检测模型的泛化能力。可以使用验证级的损失函数作为模型性能的指标。
以及测试集进行模型性能的最终评估。ChatGPT 是一种基于 GPT 模型的聊天机器人，其训练过程与 GPT 模型类似，但还需要进行以下的特定处理：收集聊天资料，需要从各种聊天对话中收集大量的聊天资料，包括用户问题和机器人回答；创建问答对，将收集到的聊天对话转换为问答对，即将用户问题和机器人回答配对，形成问答对。训练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将问答对逐个输入模型，使模型能够学习到如何根据先前的对话上下文来生成有意义的回答。与 GPT 模型不同的是， ChatGPT 还需要考虑用户问题和机器人回答之间的匹配度，因此可以使用一种特殊的损失函数，例如对比损失函数来进行模型训练。改进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可以使用一些技术来改进模型的性能，例如正则化、dropout 等。此外，还可以使用注意力机制来提高模型对输入序列的关注程度，从而更好地捕捉上下文信息。验证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验证集和测试集来验证模型的性能。与 GPT 模型不同的是， ChatGPT 的性能指标可能包括准确性、流畅度、一致性和人性化程度等。无监督学习的解释，无监督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其中模型的目标是通过在数据集上发现隐含的结构和模式，来自动学习有用的表示形式，而不需要标记的样本或人工标签。在无监督学习中，模型从数据中学习，发现数据中的结构、分布和关联性，以便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形成一种高层次的抽象表示。无监督学习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利用大量的未标记数据，从而避免了人工标记的高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无监督学习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数据中的新模式和关系，从而为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常见的无监督学习方法包括聚类、降维、生成模型等。在聚类中，模型通常根据相似性将数据分为不同的群体或类别。在降维中，模型通常通过捕捉数据的主要变异来将数据映射到低维空间。在生成模型中，模型通常学习如何从原始数据中生成新的数据样本，以便更好地理解数据中的结构和分布。自适应控制和选择性记忆机制的解释。自适应控制和选择性记忆机制是指在神经网络中使用的一些特定技术，用于增强网络的学习和性能。自适应控制是指在神经网络中引入自适应机制，用于自动调整网络中的参数，以便更好地拟合输入数据。这种机制通常基于反馈控制理论，通过不断监控网络的输出，调整网络的参数，以提高网络的性能和稳定性。例如，在神经网络中引入反向传播算法，通过计算梯度来自动调整网络中的权重和偏置，以最小化目标函数的值，从而实现更好的拟合。选择性记忆机制是指在神经网络中引入一些特定的记忆单元，用于选择性的存储和检索与输入数据相关的信息。这种机制通常基于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 等模型，通过将网络的记忆单元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以选择性的存储和检索与输入数据相关的信息，以提高网络的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预处理的解释。预处理是指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以便更好地应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和测试中。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据归一化等操作。这些操作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和特征的鲜明度，从而提高机器学习算法的准确性和泛化性能。具体而言，预处理可以包括以下操作：数据清洗，通过去除缺失值、重复值、异常值等，使原始数据更加前进和可靠。数据转换，通过将数据从原始格式转换为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接受的格式，例如将文本数据转换为数字向量。数据归一化，通过将数据缩放到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例如将所有特征的值缩放到0到1的范围内，或标准化数据。特征选择，
通过从原始数据中选择最重要的特征，减少特征维度，提高机器学习算法的效率和准确性。特征提取，通过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新的特征，例如对文本数据进行词频统计或 TF-IDF 计算，从而提高机器学习算法的效率和准确性。当涉及到自然语言处理时， ChatGPT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以下是关于 ChatGPT 如何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的详细解释。首先， ChatGPT 使用了一种名为 Transformer 的模型架构，它是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Transformer 模型是一种用于处理序列数据，例如自然语言文本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通过学习文本中单词之间的依存关系来产生预测结果。ChatGPT 通过将大量的文本数据，例如网络文章、语料库、对话记录等输入模型，让模型自行学习，并建立对语言的理解。当 ChatGPT 接收到一段自然语言文本时，它将会进行以下几个步骤：分词，将文本分解成单词或子词嵌入，将每个词或子词转换为一个向量，表示这个向量表示包含了这个词或子词的语义信息。注意力计算， ChatGPT 通过计算每个单词的注意力分布，来决定哪些单词应该更重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解码。最后， ChatGPT 使用注意力计算的结果，以及之前已经生成的文本，来预测下一个单词或子词。长文本处理， ChatGPT 通常使用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编码器解码器架构，但在处理长文本时，这种模型会产生内存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ChatGPT 使用了一种称为无谓词删减的技术，这可以通过删除无关的词或子词来降低模型的计算负担。双向语言模型， ChatGPT 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的单向语言模型，这意味着它只能通过文本的前部分来预测后部分。为了改进这种限制， ChatGPT 引入了一种称为双向语言模型的技术，这可以通过同时考虑前部分和后部分的文本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多层感知器， ChatGPT 中的多层感知器是一种用于处理分类、回归和文本生成等问题的神经网络。ChatGPT 中的多层感知器通常由几个线性层和激活函数组成，可以用于对单词或子词的嵌入向量进行进一步处理。预训练， ChatGPT 是一种预训练模型，这意味着它在执行任何特定任务之前，需要通过大量的文本数据来进行训练。ChatGPT 通常使用大型语料库，如维基百科和 Gutenberg 计划来进行预训练，以建立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ChatGPT 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从大量的文本数据中学习到自然语言的结构和语义，使得它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ChatGPT 也可以通过微调来适应特定的任务，例如回答问题、生成摘要、翻译等。总之， ChatGPT 通过使用 Transformer 模型，实现了对自然语言文本的高效处理和自然语言理解。无谓词删减的解释，无谓词是指在一个句子中没有实际意义和作用的词语，例如的、的等等。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无谓词会影响模型的处理速度和精确度，因此需要进行无谓词删减 （Stop Words Removal）。无谓词删减是指在文本中去除无谓词，以提高处理速度和精确度。去除无谓词可以缩小文本的规模，减少噪声的干扰，并使模型更加关注关键词语，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性。无谓词删减通常在文本预处理阶段进行。一般来说，无谓词是由语言学家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在先前的研究中确定的。在进行无谓词删减时，可以使用预先定义的无谓词列表，也可以根据文本的特定场景和语言习惯进行调整。ChatGPT 是一种基于 GPT 模型的对话 AI， 它可以自动进行语言生成和理解，并进行智能对话。ChatGPT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语言生成和理解。语言理解， ChatGPT 首先通过分析和理解输入的自然语言，包括词语、短语、句子和上下文等，来了解用户的意图和需求。知识截取，基于训练过程中对大量语料库的学习， ChatGPT 可以从截取的知识中产生对应的回答。
语言生成 ChatGPT 可以通过结合上下文和知识库中的内容，生成流畅自然的回答，并能根据对话内容不断进行更新和优化。上下文感知 ChatGPT 能够基于上下文进行对话，并根据先前对话内容来理解输入的语言，并生成更加相应和自然的回答。多输入源 ChatGPT 可以同时接受多个输入源，例如语音、图像、文本等，从而实现更加智能和多样化的对话。多任务学习，除了语言生成和理解外， ChatGPT 还可以实现其他多个任务，例如情感分析、机器翻译、语音合成等，从而提高了整体的智能水平和应用范围。长序列生成 ChatGPT 可以实现长文本的生成，能够产生自然、连贯且有意义的长文本回答。简单来说， ChatGPT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不断训练和学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并能够实现智能的语言理解和生成。在对话过程中， ChatGPT 不断进行迭代，并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自己的回答，从而实现更加智能化的对话。ChatGPT 的语言生成和理解能力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客服、智能助手、社交媒体、语音识别等领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智能化的使用体验。ChatGPT 的使用案例和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以下是其中几个常见的。语言翻译 ChatGPT 可以帮助人们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例如一个使用英语的人可以通过 ChatGPT 与一个使用中文的人进行对话。ChatGPT 可以翻译语言并产生自然流畅的对话。在线客服 ChatGPT 可以作为在线客服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帮助企业和组织回答客户的问题和提供帮助。ChatGPT 能够自动地进行问题解答，而不需要人工干预。语言学习 ChatGPT 可以用作语言学习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练习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ChatGPT 可以进行对话和提供反馈，让人们更好地掌握语言技能。智能助手 ChatGPT 可以作为智能助手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日常任务，例如设置提醒、查询天气、管理日程等。ChatGPT 可以自动地进行任务，而不需要人工干预。虚拟陪伴 ChatGPT 可以作为虚拟陪伴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孤独感和焦虑感。ChatGPT 可以进行对话并提供支持，让人们感到更加舒适和安心。ChatGPT 使用了一种称为多语言模型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得 ChatGPT 可以学习多种语言，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话，同时还具有跨语言理解的能力。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使用了一种叫做语言标识符的技术，这个标识符指定了正在处理的对话所使用的语言。ChatGPT 可以根据标识符来选择相应的语言模型进行处理，例如，如果标识符是 N，ChatGPT 就会使用英语模型进行处理。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可以处理许多语言，包括英语、中文、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等。此外，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还具有跨语言理解的能力，这意味着即使两个人在不同的语言中进行对话， ChatGPT 仍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意思，并进行适当的回应。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学习实现的。例如，如果 ChatGPT 已经学习了英语和中文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当它接收到一条英文讯息和一条中文讯息时，它可以理解这两条讯息之间的关系，并进行适当的回应。这种跨语言理解的能力使得 ChatGPT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尤其是对于跨国企业和组织来说。通过使用 ChatGPT， 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之间进行无障碍的沟通，这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商务和文化交流。总之，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使得 ChatGPT 可以学习和理解多种语言，同时还具有跨语言理解的能力，这使得 ChatGPT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对话 AI， 可以用于跨越界的对话，并且有助于推动全球化和国际交流。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的实现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包括语言标识符、语言模型、
跨语言关联性学习等。ChatGPT 的开发团队通过研究和实验，不断优化这些技术，以实现更加高效和准确的多语言对话处理。然而，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例如，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和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对多语言对话的准确性和流畅度产生影响。此外，对于某些罕见或低频语言，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因为缺乏相应的语料库和模型训练数据。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使用了一种被称为零样本方法的技术，它能够有效地处理多种语言的对话。具体来说，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使用了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技术，称为多语言标识符 （Multilingual Tokenizer）。这种技术能够将多语言文本转换成对应的多语言标识符，以便进行后续的处理和分析。在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中，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标识符，这些标识符能够帮助模型识别文本中的语言。模型会根据文本中的语言标识符来自动切换语言模型，并根据文本中的内容来进行语言的转换和翻译。这样一来，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能够实现多种语言之间的无缝对话，并且能够很好地处理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转换和翻译。此外，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还使用了一种跨语言关联性学习 Cross-Lingual Correlation Learning 的技术。这种技术通过训练一个跨语言关联性模型，能够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具体来说，跨语言关联性学习通过将不同语言的文本嵌入到同一个向量空间中，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得到了保留。这样一来，当 ChatGPT 的多语言模型需要进行跨语言翻译时，就能够根据这些嵌入向量之间的相似性来实现更加准确和流畅的翻译。ChatGPT 在社交媒体和客服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其中最重要的应用之一是用于自动化客服。ChatGPT 可以被训练成为一个智能客服机器人，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和提供帮助，从而减轻客服代表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智能客服机器人可以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这在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和企业中特别重要。ChatGPT 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用户对话和反馈，学习如何更好地与用户互动。ChatGPT 的训练数据可以包括用户的问题和对话，以及客服代表的回答和解决方案。这些数据可以帮助 ChatGPT 了解用户的需求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回答用户的问题和提供帮助。此外， ChatGPT 还可以通过情感分析来识别用户的情感和反馈，从而更好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感受。ChatGPT 还可以被用于推荐和讯息推送。ChatGPT 可以分析用户的兴趣和行为，并根据这些数据向用户推荐相关的内容或产品。这些推荐可以是个性化的，从而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ChatGPT 还可以通过讯息推送来提醒用户重要的事项和事件，例如付款期限和活动时间。在客服中， ChatGPT 还可以用于自动化问题解决。ChatGPT 可以自动回答简单的问题和解决简单的问题，从而减轻客服代表的工作负担。对于复杂的问题， ChatGPT 可以根据用户的问题和情况，向客服代表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从而提高客服代表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ChatGPT 在社交媒体和客服中的应用非常广泛，能够提高用户体验和参与度，减轻客服代表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ChatGPT 还可以通过情感分析和数据分析来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好地回答用户的问题和提供帮助。ChatGPT 还可以被应用于大量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以及各种企业的客服平台。在实际应用中， ChatGPT 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训练 ChatGPT 需要大量的数据，且数据质量需要保证，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收集和标记数据。此外， ChatGPT 需要持续的训练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反馈。最后，
保护用户隐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用户的数据和隐私。当谈到 ChatGPT 的开源程式码和相关工具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回答。开源程式码。对于 ChatGPT 的开源程式码 ，OpenAI 提供了 GPT-2 和 GPT-3 的部分程式码，并且可以在 GitHub 上进行下载和使用。这些程式码包括 Transformers 库，一个基于 PyTorch 和 TensorFlow 的库，包括了 GPT-2 和 GPT-3 等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以用于构建和训练自己的对话生成模型。GPT-3 API， 一个基于 RESTful API 的接口，可以直接调用 OpenAI 的 GPT-3 模型进行对话生成，需要先进行测和付费。这些程式码可以让开发者更好地了解 GPT 模型的架构和实现细节，并且可以用于构建自己的对话生成应用相关工具。除了开源程式码外， OpenAI 还提供了一些相关工具，帮助使用 ChatGPT 进行对话生成和应用。以下是这些工具的具体细节。 OpenAI API 提供了一个基于 RESTful API 的接口，可以直接将 ChatGPT 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 API 接口支持多种语言，包括 Python、JavaScript、Java 等，使用方便。GPT-3 Playground 一个网页应用，可以让用户直接和 GPT-3 进行对话。用户可以输入自己的问题或者对话内容， GPT-3 会自动生成回答。这个应用可以帮助用户了解 GPT-3 的能力和局限性。GPT-3 Explorer 一个网页应用，可以让用户探索 GPT-3 的输入和输出。用户可以输入自己的问题或者对话内容， GPT-3 会自动生成回答。这个应用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 GPT-3 生成的样本。GPT-3 Showcase 一个网页应用，展示了 GPT-3 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能力和应用案例。这些案例包括自动文本摘要、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翻译等。这些工具可以让开发者更好地了解和应用 ChatGPT， 提高开发效率和产品质量。自定义训练。除了使用 OpenAI 提供的 GPT-2 和 GPT-3 模型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自定义训练来构建自己的对话生成模型。OpenAI 提供了一个名为 GPT-Neo 的专案，该专案提供了一个基于 PyTorch 的 GPT-3 替代方案，可以让开发者自定义训练自己的对话生成模型。GPT-Neo 不仅具有 GPT-3 的强大能力，而且还支持更多的自定义训练参数和超参数。开发者可以通过 GPT-Neo 构建自己的对话生成模型，并且可以在训练时控制模型的精度和效率，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当谈到对话质量和效率时， ChatGPT 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以下是 ChatGPT 如何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的一些方法。选择合适的模型。ChatGPT 运用了 GPT 模型，这种模型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使其能够更好地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ChatGPT 将不断改进模型，以达到更高的对话质量和效率。训练模型。ChatGPT 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进行学习，不断优化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此外， ChatGPT 还使用了自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技术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进行语言处理。ChatGPT 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用户的输入，并生成相应的回应。ChatGPT 还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例如预测下一句话并提供更快速的回应。优化生成策略。ChatGPT 的生成策略包括多种方法，例如 Bing Search 和 Sampling 等。ChatGPT 通常会结合这些方法来生成更具多样性和创意性的回应，同时也能保持高效率。进行对话记忆。ChatGPT 通常会将之前的对话内容作为上下文，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的输入，并提供更有意义的回应。ChatGPT 还会在生成回应时使用对话记忆，从而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整合知识图谱。ChatGPT 能够从大量的训练数据中学习，
但它目前还无法将较为深入的知识纳入到对话中，因此整合知识图谱可能会有助于提高 ChatGPT 的对话质量和效率。知识图谱是一个描述实体之间关系的图形， ChatGPT 可以使用这些关系来生成更加具体的回应，优化上下文理解。ChatGPT 通常会利用对话上下文来理解用户的输入，但是这个过程还可以进一步优化。例如 ，ChatGPT 可以利用先前对话中的实体和上下文来更好地理解用户的输入。整合情感分析，情感分析可以帮助 ChatGPT 更好地理解用户的情感和意图，进而生成更具情感色彩和情感智能的回应。情感分析可以进一步提高 ChatGPT 的对话质量和效率。应用多模态技术， ChatGPT 可以与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模态技术进行结合，从而生成更加多样化、丰富的回应。例如 ChatGPT 可以通过视觉图像或音频来理解用户的输入，并生成相应的回应，提供更好的反馈机制。ChatGPT 可以通过反馈机制来学习和优化自身的生成策略。当用户提供反馈时， ChatGPT 可以根据这些反馈来调整生成策略，从而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以下是提高 ChatGPT 的对话质量和效率的案例。整合知识图谱，假设有一个用户正在询问有关于某个城市的旅游建议， ChatGPT 可以通过整合知识图谱来生成更具体的回应。ChatGPT 可以利用知识图谱中城市的相关信息，例如名胜古迹、美食、交通等，来生成更加有针对性的回应，优化上下文理解。假设用户正在进行一次旅游规划， ChatGPT 可以通过利用先前对话中的上下文来更好地理解用户的输入。ChatGPT 可以利用先前对话中提到的目的地、预算、偏好等信息，来生成更加个性化、符合用户需求的回应。整合情感分析，假设有一个用户正在询问有关某个产品的问题， ChatGPT 可以通过整合情感分析来生成更加情感智能的回应。ChatGPT 可以利用情感分析来理解用户的情感状态，例如疑惑、满意、失望等，并根据不同情感状态生成相应的回应，从而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应用多模态技术，假设用户正在询问如何做一道菜， ChatGPT 可以通过应用多模态技术来生成更加丰富的回应。ChatGPT 可以利用视觉图像来理解用户的需求，例如菜品的种类、口味、难度等，并生成相应的回应。同时也可以提供相关的烹饪教程视频或图片，从而使回应更加生动有趣，提供更好的反馈机制。假设有一个用户正在进行一次客诉， ChatGPT 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反馈机制来学习和优化自身的生成策略。当用户提供反馈时， ChatGPT 可以根据这些反馈来调整生成策略，例如更加优先考虑用户的问题和需求，从而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利用预训练模型， ChatGPT 可以通过利用预训练模型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预训练模型可以通过学习大量的语言数据来提高模型的理解能力和生成能力，从而使得 ChatGPT 能够更好地理解用户的输入，并生成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回应。应用深度强化学习， ChatGPT 可以通过应用深度强化学习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深度强化学习可以通过学习环境和行动的关联来优化生成策略，从而使得 ChatGPT 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生成回应。融合多种生成技术， ChatGPT 可以通过融合多种生成技术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将自然语言生成、图像生成、语音生成等技术融合在一起，从而生成更加丰富、多样化的回应，提高对话的交互性和趣味性。进行持续优化， ChatGPT 可以通过持续优化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持续优化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优化生成策略来提高模型的性能，例如定期对模型进行调整、添加新的数据等，从而使得 ChatGPT 能够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生成能力和对话质量。优化自动摘要技术， ChatGPT 可以通过优化自动摘要技术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
自动摘要技术可以通过将长文本缩短成简洁的摘要，从而提高信息的截取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也可以使得回应更加精炼，易于理解。提供多语言支持。ChatGPT 可以通过提供多语言支持来提高对话质量和效率。多语言支持可以使得 ChatGPT 能够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符合当地语言和文化特色的回应。同时，也可以扩大 ChatGPT 的应用场景和用途。应用于客服。ChatGPT 可以应用于客服领域，提供更加快速、精准、个性化的客服回应，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应用于智能助手。ChatGPT 可以应用于智能助手领域，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便捷、人性化的服务体验，例如智能语音助手、智能家居助手等。应用于教育领域。ChatGPT 可以应用于教育领域，为学生提供更加互动、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例如智能教育机器人、智能辅导系统等。应用于商务领域。ChatGPT 可以应用于商务领域，为企业提供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商务服务，例如智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智能商务对话机器人等。总之， ChatGPT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等手段，能够实现对话生成和对话理解的功能，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智能、高效、人性化的服务体验，扩大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范围，将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和产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我是南千水。喜欢做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同时，有觉得我制作这类型的影片很辛苦的话，请留言辛苦了让我知道，这样会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成长和进步。感谢你的支持。